北京国际高中里的一名普通老师，竟然让五角大楼的参谋们集体失眠了。2年前，他扔下2个疯子预言，特朗普重返白宫，美伊爆发大战。结果2026年全中了呀！现在他手握着200万海外粉丝，却又预言美国必败。今天呢，咱们就聊一个最近相当火的人啊，江学勤。现在网上这个名字简直跟坐了火箭一样。平时这哥们呢，穿的叫一个素，还戴着个眼镜，穿着衬衫，手里面攥着半截粉笔，在北京的一所国际高中里教西方哲学。这按理说，一个教书匠每天跟这帮学生聊聊柏拉图、苏格拉底啥的，跟地缘政治有啥关系呢？可是偏偏这个世界它就是这么邪乎呀！这事呢，得把这个时间往回倒2年。当时这个姜老师在上课的时候，就是随手录了一段讲课视频。那这段原本平淡无奇的视频，现在被封成了神迹啊！他在黑板上轻描淡写的抛出2个结论：第一，特朗普绝对能赢下2024大选，谁也拦不住；还是第二特朗普回来之后，2025到2026年，美国必打伊朗。各位，你回想一下2年前那个舆论场，那个时候那个拜登正春风得意呢，主流媒体天天发民调，说拜登稳如泰山。特朗普呢，身上背着好几个刑事案子天天往这个法院跑，全世界都觉得他要凉了。结果呢，啪啪打脸呀！2020年的今天，特朗普不光坐稳了白宫，美军的导弹也真飞到伊朗。这一下，这个江学勤火了，一夜之间，他的频道从粉丝几万冲到了204万老外们都疯了呀！叫他什么中国的诺查丹马斯。丹马斯是16世纪欧洲最牛的预言家，算准了法国大革命，算准了拿破仑，就连皮尔斯摩根这种出了名嘴毒的媒体人都得求着跟他连线。那现在外网上那些大 V 们隔三差五的就得转发姜老师的视频。有个博主说的特别实在，大周末的你刷2个小时网飞的爆米花烂剧，还不如搬个小板凳来听听姜老师又讲什么天机。但是就在全网都在把他当神仙拜的时候，江学勤又抛出了一个更狠的第3大预言。别看美国现在跳得欢，这场针对伊朗的战争，美国必输无疑。此话一出那质疑声也是跟着来了。有人就说这就是个海龟公战在博眼球。咱们就先拆解一下他怎么就算准了特朗普能赢呢？2024年那会儿美国那帮精英媒体天天拿着表格忽悠人，但是在江学勤眼里那些民调报告连废纸都不如。他用大白话道破了天机，民调可以造假但是老百姓的钱包造不了假呀。江学勤说，你问美国的中产支不支持拜登，他为了显示自己政治正确，可能对着镜头点点头，但是你让他去超市里看那个鸡蛋的价格，看那涨得离谱的电费单子，他心里面的怒火他是关不住的。这江学勤呢，看准了特朗普抓的是那帮沉默的大多数，是那帮觉得被时代抛弃的蓝领工人和农民。事实证明他把美国社会的脉把的是真准。那他怎么就算准了必打伊朗呢？他在这个黑板上画了3道线，道道都戳在了美国霸权的肺管子上。第一，美元石油体系。美国这些年满世界割韭菜，靠的就是这个石油得用美元买。那伊朗这2年天天在挑战这个规矩美国要是认怂了，那美元霸权就得崩。还有这第二犹太资本的压力。以色列背后是谁呢？是美国国内那些捏着钱袋子的大佬，大佬一发火，总统也得跟着哆嗦呀。还是第3，战时特权。特朗普想要更大的权力，想要让反对派闭嘴，最快的方法就是打仗国家一进入紧急状态他就是全军统帅，谁敢不服呀？那既然美国这么强，高科技武器满天飞，那又凭啥说他会输给伊朗呢？在接受这个英国媒体采访时江学勤的表现非常有意思。他没跟人家聊什么航母什么隐身记，他直接把历史书甩在人家脸上。他提到了一个几千年前的例子，雅典远征西西里。
那2000多年前啊，古希腊那个霸主雅典啊，也是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啊，非要跨海去打斯巴达的盟友。结果呢，傲慢到了极点啊，最后是全军覆没了。雅典的黄金时代直接在那断了气。这姜老师的意思很明确啊，持久战就是所有霸权国家的坟墓。咱们看看啊，这开战都快1个月了，发生了啥？美军基地是挨炸了，油价呢是上天了，美国国内的反战游行啊，把大街都给堵了。连以前那些跟着美国混的欧洲小弟，现在都开始脚底抹油，生怕溅自一身泥。卫报都忍不住说酸话了，这场仗啊，美国已经快打不起了。这就像个穿西装的土豪，非要跳进粪坑里跟人摔跤，就算你最后把对方按住了，你自个呢也得染上一身臭。你的体面，你的家底全得赔进去。这种分析听起来吧，确实挺透的。但是咱得问一句，这个江学勤他到底是哪儿投的呀？讲到这儿我得带大家深扒一下江学勤的底子。那看完他的履历，你可能会觉得这哥们儿活得挺拧巴的。1976年他出生在广东台山。2岁那年全家移民到加拿大，在多伦多他们家是真苦。老爹在后厨洗盘子，那洗的手都脱皮了。老妈呢是没日没夜踩缝纫机。这种底层的出身按理说应该能让他很接地气，但是现实呢恰恰相反。在学校里他英语不好，穿的土，天天被这个白人小孩霸凌。那这种羞辱让他产生了一个极其扭曲的念头：我一定比你们更像美国精英，我要把你们全踩在脚底下。于是呢，他就把自己活成了一台没有感情的学习机器。一天只睡4个小时，在这个地铁上啃这个全英文的名著。终于在1995年他考上了耶鲁大学。那一刻他觉得自己鲤鱼跃龙门了，终于成了人上人。可是进了耶鲁呢，他才发现自己掉进了另外一个地狱。在那帮家境优越、天资聪颖的豪门子弟面前，他一个洗碗工的儿子拼了命呢也只是个边缘人。那种自卑感让他变得极度的自大且功利。那毕业后呢，他给大媒体写稿子，去阿富汗干活，但是他心里面从来没有安宁过。他疯狂的追求世俗的成功，追求名望。结果在30岁那年这个耶鲁的高材生跌入了重度抑郁的深渊。如果说江学勤这辈子有个最想抹掉的黑历史那绝对是在深圳中学那2年。这个事吧，咱们得好好掰扯掰扯这是他最招黑的地方。2008年，他在北大附中校长的邀请下，意气风发的来到深圳中学，主持所谓的出国单元改革。那个时候的江学勤可以说是把海归精英的傲慢展现到极致。他觉得中国的应试教育全是垃圾，他要搞所谓的快乐教育。他在学校里招了9个常春藤的外教，天天教学生喝咖啡、练徒步、看原版名著。他干过最离谱的事是什么？他看到学生背英语单词就破口大骂，说那是浪费生命，认为只有看原版名著那才叫学英语。他甚至觉得语文课没用，大手一挥，语文不要学了，气得当时的语文老师差点没跟他拼命。他还给这帮出国班的孩子搞特权，有单独的高级食堂，甚至连军训都免了。各位大伙琢磨一下那是2008年的中国，深圳中学的家长那都是拼了命才把孩子送进去的。那大家要的是成绩是前途。你在这儿搞什么乌托邦？这不就是拿着人家的孩子做实验吗？结果怎么着呢？2009年，深圳中学的中考录取分数线史上第一次暴跌到了全市第3。家长们疯了联名投诉，大骂江学勤是误人子弟。2010年他被灰溜溜的赶出了深圳。这场惨败其实就是因为他当年的傲慢，他根本就看不起中国的国情，那只是一味的生搬硬套西方的皮毛。在那个时候的人眼里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公知。败走深圳后呢，江学勤回到加拿大去干嘛呢？他开始疯狂的自我拆解。他承认我当年90%都是错的，我太想证明我是耶鲁毕业的了。他放下了身段，去学烹饪，去当木工，去练跑酷，去练巴西柔术。
在敲打木头和挥汗如雨的过程中啊，他终于把那层虚伪的精英皮给扒了下来。2022年啊，他再次回到了北京。那这一次啊，他不再是那个叫嚣改革的狂人了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在国际高中教书的老师。他把上课视频传到网上，本来呢只是想分享哲学，结果阴差阳错，因为这个预言准了呀，成了国际网红。那面对200多万粉丝啊，如果是换成别的营销号啊，早就开始带货卖课收割韭菜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江雪琴这回硬气啊，他死活不开商业化，坚持免费订阅。他说现在的他呀，只想把教育当成教育，把每个孩子当成有灵魂的个体，而不是装点门面的工具。那聊到这儿啊，我也得给大伙交个底儿啊。那对于江学勤，咱不能神化，更不能单纯的谩骂。他这辈子的起伏啊，其实是很多海外华人群体的缩影，在西方的体系里挣扎，被所谓的成功学绑架，最后呢，在惨败中寻找自己的根儿。有人说他还是那个白左只是换了一种高级的玩法。也有人说他经历了社会的毒打，真的看透了地缘政治的冷酷真相。他关于美国必败的预言其实逻辑的核心不在于伊朗有多强，而在于他看透了美国精英阶层的傲慢，就是那种和他当年在深圳中学时候一模一样的傲慢。他认为这种脱离群众，只看数据，不顾死活的精英统治，最终会毁掉美国。这就叫用自己跌过的坑去量别人的坟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江雪琴这番分析是真的有货，还是在这玩高级黑啊？一个曾在教育改革中惨败的公知，现在成了预言帝国崩塌的先知，这本身是不是就是2026年最大的讽刺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神评论。我是肖兰，咱们下次再见。